再来呢，我们要跟各位谈到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也就是现代国际司法学第3个分野。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这个是涉外民事事件跟纯粹的国内民事事件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起诉的法院帝国境内没有办法直接强制执行的时候，就会碰到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法院所下的判决必须要到外国去申请承认与执行，也有可能是外国法院的判决必须要到我国来申请承认与执行。现在在国际社会上面，针对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这个制度，都是采取自动承认制度。那原则上，对于外国的民事确定裁判，都是自动的加以承认，只有在有法律所规定的例外事由，少数的例外事由的情形之下，才会例外的不承认。这个是国际社会上面，不管是各国的国内法或国际规范，普遍所采取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促进在国际社会之间各国的民事判决的顺利的流通。为什么呢？因为民事的目的最重要就是在保护什么呢？保护当事人的实体的权利得到实现。这种法律价值在涉外民事事件是跟纯粹的国内案件相同。所以呢，不要因为这个民事事件它是含有涉外要素，是因为跨国的、跨法域的，而使得当事人之间实体上面的权利形骸化，而没有办法得到实现。所以世界各国呢，对于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现在多半都是采取自动承认制度的。自动承认制度，也就是说，对于外国民事确定裁判，它并不需要特别的手续，比如说不需要拿去公证，不需要登记，也不需要特别的诉讼程序，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另外再提起一个诉讼来确定是不是要承认这个外国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叫自动承认制度。那这个外国法院的判决所自动承认的是包括外国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形成力，但是呢，不包括执行力。所以这个执行力呢，是必须要由我国的法院所赋予这个执行力的，这个称为效力赋予说。好，所以具体来讲，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案例有提到的，比如说拿圣香针的果冻的这个案例来做说明。美国籍的原告必须要拿着加州法院的确定判决到我国来强制执行，所以他不能够拿着美国的判决直接要求我国的司法官员来给他强制执行，因为这个执行力必须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所赋予的，必须要提起一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由我国的法院依照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1来判断是否要宣告准许执行。强制执行法第4条之1的规定要求我们的法院，你要先判断是否承认这个外国法院的判决，承认才执行，不承认的话，那就驳回，就没有执行的问题。所以承认的基准是什么呢？就是民事诉讼法402条。如果具备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1款到第4款任何一款
的情事事由的话，那就不承认，这时候就要驳回这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如果承认这个外国法院的判决的话，那这个时候那就是承认这个就是许可宣告执行，然后由我国司法机关赋予执行力来准予强制执行。以上说明，希望各位可以了解。